往事根本無對錯，為何要我來回解釋這麼多？逃避一些影像如沒發生過，讓我暗黑中離了座。你沒身份來判我，全忘對錯，全憑遍集野的過。誰在主宰黑白？誰人罪惡更多？填着我悲歡因果，究竟為何？那，这是仁哥给你的。我知道你之前帮了我哥很多。仁哥，我是需要钱，但是我不贪心。啊，丫头啊，我知道你的野心不小，但是赚大钱呢，要有大本事才行。你觉得我没本事？我一直觉得你有点小聪明，反应也很快。那天我跟你一起被警察带走，喂，你可真行啊！你口袋里有包毒品，竟然也能逃得掉，最后还拿来还给我，这才是最神奇的。所以我觉得我小看你了。人一穷，自然能把潜力激发出来。不过赚大钱呢，是要拿命去拼的。仁哥，你怎么知道我不敢拼命？2020年10月13号，我已经取得戴正仁的信任。估计接下来，他对我的防范会慢慢减少。Madam， 这次多亏你偷偷录下那段话。见证那边确定了，他们分析过，确定是戴正仁的声音。我朋友在游艇会开船趴，帮我把东西送过去。到了游艇会交给谁啊？3号码头，4号泊位，找一个叫焦仔的。再加上你之前搜集的那些证据，已经可以起诉他。Well done。真的？嗯。我去送吧，送去哪儿？交给谁？Madam， 需不需要通知前线同事？如果这批货能送到的话，是接近排骨人的好机会。立刻扔掉。啊？扔掉。我要排骨人知道，你不止勇敢，还聪明，而且可以帮他赚大钱。你是时候停一停，暂时先收线，我会派其他人去查。Madam， 既然知道戴正仁跟你一直在查的神秘罪犯聂先生有联系，为什么不让我继续查？聂先生，哎，都安排好了。虽然你听到戴正仁跟他通电话，3天之后，但是因为聂先生做事向来很谨慎，再加上我们手头关于他的资料不多。好的。虽然我很想多挖点线索，但这件事实在太多预计不到的危险。Madam， 你再多给我一点时间，我相信我能找到更多有关他的线索。我们现在只有你一个人成功接近戴正仁，但是聂先生跟戴正仁不一样，连国际刑警都抓不到他。阿肖，我真的担心你有危险，毕竟你还是新手。
那我们到目前为止掌握了那个聂先生多少情报？我之前跟的2起案子，相信都和他有关。2起案子的犯罪手法非常相似，都是在马路上截停行驶中的车。第1起，他成功抢走了1车旧钞；第2起，他想抢劫一批晶片，不过失败了。我们除了知道他的绰号是聂先生，以及他跟圣书人戴维斯联邦有商务往来之外，其他什么都不知道，连他的样子都不知道。你让我试试，我对自己有信心。其实你知道，我安排你接近戴正仁只是一场意外。是，本来是意外，但你不觉得现在像天意吗？那你想想，那么巧，我在警校没毕业的时候，你们同时发现，原来小叔公偷偷利用车载剂帮戴正仁的头马上播运毒。要不是这样的话，我现在也不会成为卧底啊。要你每天对着你小叔公这个看着你长大的人演戏，你可别告诉我很轻松啊。那就像你说的，小叔公只不过是一个有贼心没贼胆的小角色嘛。有时候他会让我很头疼，但是我能应付得了。我倒也相信，就算他真的发现你是卧底，也不会做出伤害你的事。不过戴正仁就不同了，你看他那天突然就自己跑到车载记，要不是我刚好想找你，而你又及时通知我，后果会有多严重？仁哥，那我也觉得自己运气不错。他那天突然跑过来，肯定有问题啊，所以我马上通知 Madam 你。幸好姑姑你聪明，会马上跟在我后面救我。你说是就是吧？搜他的身，继续上手，不许动。是，我知道确实有危险。住手！但是你不得不承认，我运气真的不错。喂，小妞儿，你答应我哥去喝那女人的喜酒了吗？戴正仁现在刚开始对我放下戒心，没决定。你看我的衣服，没有一件像样的。仁哥安排，你要买多少钱的衣服才有自信啊？他会在我面前打开保险箱，还会让我一个人待在他办公室。我去接个电话。喂，叶先生。我知道我是新手，但是如果你重新安插卧底，不管那个同事多有经验，也是要从头开始啊，而且还不保证他跟我一样幸运能查到这么多线索，所以是不是我来比较好呢 ，Madam？ 那好吧，我去跟郭 Sir 商量商量。不过你要记住，安全至上。Yes, Madam。你真的觉得可以完全排除戴正军的嫌疑？就目前来看，戴正军没有参与他弟弟的任何非法活动，甚至我觉得戴正仁还故意瞒着戴正军。OK， 今天汇报到此为止。Yes, Madam。这个月的补贴，你姑姑自己掏腰包，要不要？我怎么会不记得你生日？你呀，记得做事不要太拼。不用庆祝啦，折现才最实际。谢谢姑姑。你看你，为了争口气，让自己穷成这样，找财务公司借钱买欧阳聪手上车载机的股份，事先也不跟我商量。明知道会挨骂还跟你说，哼，我要不争这口气，又哪有机会接触戴正仁，对吧？哦，原来不是你走运，是我走运。那我以后能不能升职就看你的了。我尽力。对了，你跟欧阳聪说我们的关系的时候，他什么态度？他已经知道我是你姑姑，不过那个人很聪明，想骗他没那么容易。聪明不代表不贱啊。发了什么？你的生日礼物啊，在平时的取货柜。生日快乐。你要记住，安全至上。知道了，姑姑，你好啰嗦。Thank you。走了，拜拜，拜拜。
姑，阿笑，弟弟怎么样？他肝脏破裂，出现并发症，现在在做手术。怎么会这样？弟弟前天才跟我打电话，说他当选区议员很开心，今天要请那些义工吃饭啊！你不要这样，你爹地一定会闯过这关。妈咪呢？他们又吵架了，有没有搞错？爹地正在做手术，妈咪怎么可以不在这里？他一直都在，他刚刚才走。坐了那么久飞机，很累了，对不对？走吧，把行李箱放到我车上，我带你吃东西。医生说你爹地没有这么快出来，啊，走，乖。我真不明白妈咪在忙什么。我知道他们之前出了点问题，但是爹地跟我说他们已经和好了。这个时候不管怎么样都应该一起支持爹地嘛。不知道他做错了什么。大人之间的事有时候很复杂，你呀不用管这么多。你想找你妈咪的话，就直接打电话给她。我忘了拿日用品过来给你爹地，陪我去买。找他问清楚。现在这种情况，你让他们跟你说什么？你早就知道。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，但那个男人是我另外一个部门的同事。哎 ，Madam， 这么巧啊？老板娘照旧。哦，好的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不想跟你坐在一起？那也没办法，我都坐下了，对着我怎么也比对着空气强吧？对着你会让我想起一些事，影响我的食欲。哎，你也知道要把鸡蛋戳开吃。桑寄生莲子蛋茶。谢谢。嫂子跟我说过，她很喜欢这家的桑寄生莲子蛋茶，应该是你带她来的。对呀。我哥发生车祸在医院抢救的时候，我看到你送嫂子去医院。是在你找毒品调查科要人的那件事之前还是之后呢？之后。所以我觉得你还算个人。不过长啸就不这么想了。正常啊。哼。他坐飞机赶回来看他爹地，结果却看到你跟他妈咪在一起。你知不知道对他打击有多大？他那个时候就知道我跟他妈妈在一起。哼，这就难怪他一直把我当成杀父仇人。虽然我不大清楚我哥跟我嫂子的具体状况，但我相信我嫂子是个好人。看到长啸那么不开心，我作为姑姑，真的很想弄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事。阿啸还是不肯接你电话，你给他一点时间。我哥做完手术之后一直昏迷，在这种情况之下，被他看到，我想他一时之间真的非常难接受。你放心，我会帮你照顾阿啸，暂时就先让他住在我这里。我知道，阿啸和你都生我的气。在你们心目中，常耀坚是一个好爸爸，是一个好哥哥。
但我跟他真的合不来。在他出车祸之前，他要我再给他点时间，但是没多久，我发现自己有癌症。原来我已经没有想象中那么多时间了。所以我决定，在剩下的日子里面，我要跟一个可以陪我开开心心走到最后的人在一起。虽然我嫂子没有仔细跟我说，不过通过她的表情，我觉得她有难言之隐。我想要不是你主动问他，就连癌症，他也未必会告诉你。我也有跟长啸说他妈妈得癌症的事。长啸跟你哥哥的感情就像朋友一样亲密，他护着他爸爸很正常。那你呢？你怎么想？老实说，我跟我嫂子的沟通其实真的不算多。明白了。直到他们去世之后，我才知道，原来我哥跟办事处的助理有不寻常的关系。苏怡，看来他们的关系已经持续很长时间了。你想不想听听我的版本？我第一次见慧心那天，你知不知道他想干嘛？他想跳海自杀。因为他知道自己有癌症。当时他还不知道，他想死，是因为他知道你哥哥一次一次又一次的出轨。当时你哥哥的女朋友叫 Candy， 我哥测量行的秘书。你认识这个人？还有 Apple、维尼、Bella， 而且是同一时间进行的。你哥还真厉害，跟孔雀开屏一样享受。在很多人心目中，你哥是一个超级暖男，大家觉得他神圣不可侵犯。但是对我来说，他只是一个渣男。慧心为了女儿，为了维系那个所有人都觉得很美满、很幸福的家庭，他给了你哥很多次机会。直到Zoe，慧心终于爆发，他受不了了，提出离婚。那一年长啸应该是在读大二。我哥当时准备参选议员。你哥可能怕别人以为我跟慧心的关系导致他们闹离婚，会破坏他那种暖男议员的形象，也可能是父爱发作，不想影响女儿的学业，所以呢，他就求慧心1年之后再正式办离婚手续。其实当时我跟慧心还没有开始，于是他答应了你哥。而且慧心一直希望我跟他之间的关系尽量低调，我也答应了慧心，我会全力配合他。这对你的确很不公平，平白无故成了第三者，听了不少闲言闲语吧？我有准备。后来慧心生病了，你哥也遇到了交通意外，长啸对我跟他妈妈的误会加深，也是很正常的事。我跟慧心商量过，要不要在那个时候跟长啸解释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，但是我跟慧心最后只有一个想法，就是担心越描越黑。我嫂子真的很好，她从来没在我面前说过我哥半句坏话。慧心的确是一个好女人，她只不过想找个伴，但是偏偏却遇不到一个珍惜她的人。她遇到了你啊？
可惜呀，不对的时间，遇到对的人。作家张爱玲说过，没有早一步，也没有晚一步，刚巧赶上。糖不甩，谢谢。姑姑，你真是我肚子里的蛔虫。是谁在找你啊？这么开心，长笑。哇，你这个人太自私了！我说了这么多给你听，就问了你一句，你干嘛一副无可奉告的表情啊？喂，说真的啊，你跟长笑关系好吗？你觉得呢？坦白说，你跟他的关系我不了解，但我觉得慧心把他宠坏了，宠得他现在很任性，任性的只挑那些他愿意相信的去相信，就比如妈咪背叛爹爹。你怪他？我有什么资格怪他啊？我只不过是路人甲乙丙丁。但说实话，爹地妈咪一下子都走了，别说一个小女孩，就算大人也会崩溃。所以就算他怪我、恨我、砸我场子，在大庭广众奚落我，我也尽可能饶了他了。不过你的身份比较尴尬，既是亲人也是敌人，因为你是警察。不过这种事我也明白，现在的年轻人啊，在社会上一旦遇到不如意的事，就觉得自己有借口愤世嫉俗。你知不知道这件皮衣的背后呢有个爱情故事？我知道。想知道吗？好。这位呢就是皮衣的设计师，他本来啊是一位国际名媛，但是呢奇怪的是，她偏偏嫁给了一个既穷又没名气的摩托车赛车手。她当时啊受尽所有人的冷言冷语，包括她的亲戚朋友，没有一个人理解她，但她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自己的想法，他还为自己心爱的人很用心地设计了这件战衣。他心爱的人穿上这件战衣，在摩洛哥拿到了世界冠军，一举成名。哇，这么厉害，好浪漫哦。嗯哼。哎，知道不少啊！你们也喜欢骑摩托车？刚成年就考驾照了。这件是复刻版，你穿上它骑一圈肯定特别有感觉。如果喜欢，9折给你。真的？有没有女生的？我听那个设计师说，他有兴趣设计一件女款的，我想过几年就能有。我存钱给你买。
到时候我一定送给你。今天第一组是阿西和加碧。Yes, madam。好，Madam， 为什么？我的安排有问题吗？哦，我不是说有问题，只是我一直和阿朗，所以已经有默契了嘛。Madam 就是想培养你和其他同事一起巡逻也那么默契 ，OK？Yes, Madam。第二组，大副和阿琴。Yes, madam。照旧啊。永熙 ，Thank you, sir。加碧 ，Thank you, sir。啊，大副，星期五特别任务怎么会把我编进去啊？为什么 ，Sir？ 我哪知道？你去问 Madam 嘛。为什么呀？怎么又要带儿子去训举吧？别说了。喂，星期五我有时间，我跟你换。是真的吗？嗯，那一言为定啊！喂，太谢谢你了，我马上去买罐咖啡请你喝啊。喂，好啊，谢了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， 特浓那种啊。OK， 耶、啊，小青哥，你这样纵容加碧，会把他宠坏的。就是，喂，星期五我也忙得很，那谁跟我换班呢？喂，你们两个大男人用不着这么小气吧？那你对他好呢，其实呢就没有什么问题。但是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，会让他没有办法进步？喂，小青哥，你有没有看加碧网上的影片？什么？他让我们东九龙交通部被其他同事耻笑了。谢谢，谢谢啊！哎，别拍。我说句公道话啊，车的确很重嘛，她一个女人力气不够扶不起来，难道不是正常的事吗？你看，老人家，我去追车。收到。老人家，你怎么样啊？前方有路车 AL1311，马上停车！停车！老人家没事，已经请求支援，放心。射击训练，干嘛？也对呀、好死不死拜了一个最不起眼的太太级人物。也对，我是说你报射击训练非常对，多学点技能，把枪法练好，赢一次威风一次嘛。明白。跟这个没关系，其实跟那天方露儿婚礼现场有关系。你猜我看到谁了？看到谁？长啸啊！切，那又怎么样？她站在戴正军身边，特别漂亮。她穿得漂亮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其实她不是穿得漂亮，她那天呢就像会发光一样。哇，你眼睛怎么了？又红又肿的。不会吧？我看看。不用看啦，你的眼睛在发光，再这么下去，发青光说不定会瞎呀。好害怕呀！我想要好好的提升自己，是因为我不想让将来站在我身边的人丢脸。OK？ 是。你也跟我一起去吧。瞄准这种技能，不练会退步的。我用得着练？
谢谢，Sir。温姐，你在动物园呢？看什么呢？听说你经常来啊？跟你一样啊。哪儿一样啊？哪儿不一样？本质不一样。我呢，在 AI 枪法还算是过得去，对吧？你在 ENC 枪法就，这就是我说的本质不一样。没错，我在 ENC 的枪法是不过能赢你就行了。哇，真的？嗯哼。一杯奶茶，志在求胜。所有人都知道你叫求胜，不过你今天呢要求败，那我也没办法呀。你怎么了？吃错药了？冷静，别那么紧张。你没有退步，只不过我是在不断的进步嘛。也对，做人不进则退嘛。如果退一步了，我会看不起我自己。那杯奶茶呢，我还是会请你喝的。不用，我这人很公平的。不用这么认真吧，温姐。你干什么？你要参加升级试。提升自己呢，并不一定就是因为想要升职。我觉得自己不够好，想变得更好。哎。怎么了，无良房东？我把你的车开去换机油了。缘分到了就回家，你管我呢？总之保证你明天上班有车开就行了。不是吧？待会儿跟你说，拜拜。你到底去哪儿了？什么时候才回我电话啊？总之你快点出现。哇，好险！你再不出现，我不保证你的检小宝还能撑多久。干什么？你撞到我了。蹭了下吗？又没花。熄火，驾照、身份证，谢谢。你的驾照过期了。是吗？今天几号啊？今天8号。你的驾照是7号过期的。啊 ，Sir， 你肯定只管开罚单吧？所以对这些东西很敏感，一看就能发现。是不是你的车？我女朋友的。女朋友？我刚才给她打电话，所以才撞到你。她叫什么名字？温妮莎。中文呢？温妮莎。别说谎啊，很麻烦的。等我一下。问你叫什么名字？把身份证拿出来。你叫什么？今晚7点在电视台干什么？交代清楚了。就是他，就是他。说清楚一点。打架不知道自己名字，住哪里啊？黄大仙。黄大仙哪里啊？今天除了黄大仙还去过哪里？林夕，什么事？这个家伙撞了我的车，我觉得他不太对劲。Sir， 你找到我女朋友就知道我说的是真是假，带我来这儿干什么？你车里有很多儿童用品，你女朋友有小孩？对，是她跟前任的，叫做简小宝。你带走人家的小孩啊？我现在再问你一次，你有没有带走他的小孩？我女朋友这么一走了之，那我找不到她，只能带宝宝走了。宝宝现在几岁了？5岁。也就是你把一个5岁的小孩一个人留在家里，你知不知道这有多危险？冷静点。我把水留给他喝了。同事查过了，
那家伙的确没说谎，温妮莎是他女朋友，而且也正是他现在出差。不过没查到他生孩子的记录，那家伙也没小孩。喂，你说会不会啊？头儿，报告出来了。我觉得那个家伙不像不正常，万一他真的把一个5岁的小朋友偷偷藏起来，我担心会出事。那地址我已经查到了，不过我这边还有其他事情。如果你真的担心，我待会儿把地址发给你，你先去看看。OK，Thank you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医保。谢谢。对了，你怎么会来这儿？我外公的房子在这儿，我偶尔会来收拾一下。你呢？你怎么会来？今天呢，遇到一个 case， 其实跟我没什么关系，但是有件事我觉得不放心，就来这里看看。什么事？我今天呢抓了个男人，他的女朋友应该就住在你外公对面那一户，他们2个吵架了。我怀疑那个男人带走了那个女人的小孩，所以特地来看看。Vanessa， 她有小孩吗？你认识她？熟不熟了？之前我来看外公的时候，偶尔也会遇到她，会打招呼。不过我连她的中文名字都不知道。喂，小妹妹，吃什么？我想问，一份猪蹄面里面有多少块猪蹄啊？2、3块左右。怎么了？担心不够吃啊？当然了，那天你给我那碗里面就2块，而且还几乎都是骨头，根本没有肉。才卖20块，是不是要给你龙肉吃啊？你好，你慢慢想。哎，一份猪蹄多少钱啊？45块。那一份里面有多少块猪蹄啊？5、6块左右，应该够你吃的。干脆我们合买一份猪蹄。不好意思，我外公呢就住你对面，我们之前见过面。哦，怪不得我觉得你很面熟了。OK， 没问题啊，我们吃一份。哎，麻烦你，一份猪蹄，1碗云吞面，哎，再来一份油菜好不好？好，加1碗素面和1份油菜，谢谢。OK， 谢谢。你的项链好漂亮啊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这些事情你从来都没跟我提过。已经办好了签证，买好了机票，3天后要飞了才跟我说。我不懂你那句什么趁年轻有勇气，要自己一个人探索这个世界是什么意思？追求艺术，所以你就可以完全不管身边的人感受了吗？啊！你现在想怎么样？
你连开口要我留下都不愿意。那好吧，那我们分手吧。不好意思让你看到我这样。你还好吧？原来背景不同的两个人要在一起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我看到你们两个之前还好好的。爱情不是万能的。啊？你有谈过恋爱吗？没有。不过看来谈恋爱未必是一件开心的事。但是呢，一个可以让你哭的人，才可以有本事让你笑。等你谈恋爱，你就明白了。